窗外2025年6月1日的晚风轻拂，我手中的新闻稿件却激起了千层浪。我读到美国收紧签证审核，要将那些具有中共背景的学生拒之门外，这让我不由得思绪万千，仿佛一台老旧的放映机，开始倒带回溯那段历史的胶片。哈佛这所矗立在查尔斯河畔的学府，在许多中国官员的心中，它不仅仅是知识的殿堂，更像是一座圣地，一片镀金的海外党校。我曾听闻那里的空气中都弥漫着成功的味道，每一片飘落的红叶都仿佛在低语着未来的权柄。多少怀揣抱负的官员将哈佛作为他们仕途的跳板，梦寐以求地踏入这扇大门，去汲取西方的治国方略，仿佛那是一本无字天书，能够点石成金。还记得吗？那些年，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中高级官员如同候鸟般飞向大洋彼岸的哈佛，他们学习公共政策，研习治理之道，甚至还有被称为市长般的培训项目。学员们从课堂走向地方，将所学理念付诸实践，让理论的种子在广袤的土地上生根发芽。这些官员中不乏后来走到国家领导层的人物，他们的名字，他们的故事，都在哈佛的校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哈佛就这样被赋予了光环，成为了中国官场的一张无形通行证。有人甚至戏谑地将哈佛与中共的各级党校并驾齐驱，称其为境外最顶级的党校。这绝非空穴来风，而是无数事实堆砌起来的美誉。然而这片曾经的圣地，如今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审视。美国政府的雷霆一击，让签证的审核标准变得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是要将那些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学生拒之门外。我看到新闻中写道，美国国务卿马可·卢比奥的声明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刃，直指那些中共背景的学生签证，仿佛要将所有与红色沾边的气息彻底斩断。这种举动在我看来，不仅仅是收紧签证，更是对中美两国学术交流的一次沉重打击，仿佛一把冰冷的铡刀，横亘在知识的流动和文化的交融之间。我回想起那些所谓的与中共相关的指控，如同悬在哈佛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。特朗普政府甚至一度扬言要撤销哈佛招收境外学生的资格，这简直是釜底抽薪，是对哈佛声誉的无情践踏。哈佛这所百年学府如同一个无辜的孩子，被卷入了一场政治的漩涡。他与中共合作，为中国培养官员，本是为了促进理解与交流，却被一些美国政客解读为采撷专业知识，最终损害美国利益。这种指控在我看来充满了偏见与臆想，仿佛将正常的学术交流妖魔化，将善意的合作扭曲成居心叵测的阴谋。当然，哈佛与中国的联系远不止于此，那些官二代、红三代的身影也曾频繁地出现在哈佛的校园里。他们带着父辈的光环，在哈佛的熏陶下成长，无论是真才实学，还是仅仅为了镀金，都为哈佛与中国的关系添上了几分神秘的色彩。肯尼迪学院前院长格雷厄姆·艾利森，这位哈佛的老朋友，甚至能够直接与习近平和王毅会面，这足以说明哈佛在北京拥有着怎样不凡的通行证。如今面对美国政府的强硬态度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回应如同一个铿锵有力的声明。他指出，美方举动严重损害了中国学生的合法权益。是的，这种单方面的限制不仅仅是对特定群体的排斥，更是对所有追求知识、渴望交流的中国学生的伤害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哈佛与中国的故事注定要翻开新的篇章。未来的路是继续开放交流，还是走向隔阂与对抗？这不仅关乎哈佛的命运，更关乎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向。我常常在想，知识的交流本应是跨越国界的桥梁，而非筑起高墙的砖瓦。愿我们能够以更开阔的胸襟、更长远的眼光，去审视和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，让学术的殿堂永远向所有渴望真理的灵魂敞开。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，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，记得留言告诉我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
我是胖僧，谢谢大家。